美国主动求饶，中国强硬回击。川普的关税大棒这次彻底失灵了，敲了个寂寞。现在我们要揭开一个让14亿中国人扬眉吐气的真相。好家伙，就在这几天啊，川普总统突然说中国人跟我们在谈判。今天早上他们有人跟我们开会，听起来像不像篇童话故事？就差白雪公主唱歌，和平协议铺红地毯。可你以为你听到的是喜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直接站出来拨乱反正，中美之间还没有就关税问题进行任何磋商跟谈判，这根本就是假消息嘛。紧接着商务部何勇也冷冷补刀，谈门是敞开的，但是要平等尊重，打我们奉陪到底。中国外交部一句全是假消息，直接把美国的脸打得啪啪响。原来川普团队精心设计的谈判烟雾弹，竟是一场自导自演的金融护盘大戏。历史从不重复，但总会押韵。这一次韵脚在中国，中国正在下一盘惊天大棋。大家好，欢迎来到老友记，我是大钊。白宫发言人口中的中美密谈，竟被中国商务部当场打脸。原来这竟是川普团队的金融维稳术，他用假消息撑住美股泡沫。然而谎言又能撑多久？华尔街已经开始偷偷抛售科技股。借用美国专家的金句川普在玩火，美国股民就是人质。而这场舌战不禁让人想起《孙子兵法》里那句兵者诡道也。这川普一会儿放话谈判，一会儿又撤回来，中国随手甩出个假新闻，你来我往，互不信任。换句话说这就是一场信息版的拔河比赛，谁都不肯先掉一头更劲爆的是中国正在秘密布局世界减一计划，美国港口即将无船可用。这场史诗级博弈的幕后真相，绝对比你想象的更刺激。今天我们就化身《孙子兵法》里的军师来为大家拆解背后的诡道。先看假消息在全球的危害。话说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谣言一出，真相难辨。每天刷手机都能被各种头条、美中和谈关税升级的新闻刷屏，让人直接怀疑人生。这些动不动就放大招的新闻，对普通人的生活会造成什么影响？首先，涨价是实实在在的，关税提高往往意味着进口商品的成本上升，这消费者的奶粉钱可能变得更多。其次，假消息混乱让人焦虑，本来以为局势马上缓解，谁料又见假新闻连番登场，心情能不崩溃？再说国际局势贸易战升级引发全球经济波动，企业投资观望，大型项目延后，进出口商一片哀嚎。这就是所谓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心态。这个时候无论是普通工人还是企业老板，都得提心吊胆，都在担心下个月买菜钱、给车换胎的钱包被掏空了。更糟糕的是全球经济像大树一样，任何一方重磅加税都会抖落一些细枝末节，随时可能引发连锁反应，正可谓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痛点直击关税战背后的民生地震。美国疯狂加税，全球百姓买单。当特朗普挥舞301条大棒的时候他可能忘了中国制造集装箱占全球的70%，美国最新制裁竟要对中国船只征收天价关税。结果纽约港的负责人连夜哭诉，再这么搞，美国连超市卫生巾都要断货。从公开报道看，川普上任后加征关税的力度无比惊人。2025年2月1号签署行政令，在原有的关税基础上再加10%，3月3号又加10%。到了4月初美国针对中国商品征税额一度接近54%。此后美国继续猛推，4月2号宣布对中国额外加征34%，4月9号再提高50%，累计104%。紧接着又对华税率从0.4%提升至125%，加上此前的20%，川普政府第2期任内合计对中国商品的关税高达145%。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全球常规的贸易平均关税不足10%，而现在凡是提出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至少都要缴纳1倍以上的税款。换句话说，美国想要用关税这张大牌逼中国妥协，但现在实际上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正如复旦大学研究所指出的，特朗普征收的关税对中国经济造成的损害竟然是美国的3倍。原因就在于美国的所谓关税税收并不是真的收自中国，而是由美国进口商跟消费者买单。这不仅让人想到一句轻松的调侃：福特、通用跟特斯拉在给特朗普点赞，因为这波操作比减税还让他们震惊。痛点3全球产业链面临核爆级冲击。德国车企跪求中国开放市场，日本农民街头抗议川普，越南工厂连夜拆除美国制造标签。这场贸易战早就不是中美对战，而是全球经济的切尔诺贝利时刻。国际舆论对这场混乱的贸易战反应强烈。正如《卫报》所报道，到周3为止，两国在贸易战中已经使出浑身解数。中国对美国商品的关税达到了84%，而美国对中国的商品关税高达125%。两大经济体你来我往，几乎已经寸步难行，完全脱钩的风险急速升级。世界贸易组织对此发出警告，两大经济体以牙还牙，针尖对麦芒的做法可能严重损害全球经济的前景。这全球经济就像大海，此时则出现了滔天巨浪，无论身处香港瑞金2路，还是纽约曼哈顿，都无法置身事外。美国盟友对此深感愤怒，看到一个本应促进全球自由贸易的超级大国，正在挑起对整个贸易体系的攻击。这正应了老话：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任何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都会损伤各国发展跟人民的生活。随着美国对其他国家暂缓关税90天，情况也出现新的变化。有分析人士指出这种做法将局势从中美对抗演变成了全世界对中国的态势，因为别国为了免税都急于跟美国谈判，会为本国利益做出让步。这种情况下，中国如果不与多国家接触协调，容易陷入被动。有人就建议保持开放，与世界保持互利合作，才能避免局面对中国的不利。正如易经所说，乾道变化，各顺其则。世界风云变幻，中国要在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把握方向。与此同时fake news 已经成为了全球关注的风险。世界经济论坛指出未来2年内，虚假经济和错误信息将是全球国家面临的首要风险。在这场贸易争端中各种说法和数据比比皆是，却常常前后矛盾。比如川普在接受采访时声称，让中国市场开放对美国来说是巨大的胜利。可他转头就说不知道能不能这么问，因为他们并不想开放。新闻这边是有望谈判，另一边是谈判传闻是谎言。这种反复无常的信息不断放大民众的疑虑。正如古人所言，听其言，观其行。我们需要多角度获取信息，不要被单一信息来源牵着鼻子走。任何时候只要涉及重大经济利益，都要保持冷静，别被那些看似独家内幕的消息给忽悠瘸了。归根结底这场贸易冲突里真正要紧的是真金白银的经济利益，而不是耍嘴皮子。面对美国的无耻行径，中国祭出4大妙招化解贸易战危机。如果美国真想谈，就先把所有单边税一锅端。这话可不是我说的，是中国商务部摆出的底牌。接下来我们一口气给大家聊聊，中国在这场中美关税大战中究竟耍出了哪4招锦囊，从而稳住了阵脚，化险为夷。第一，坚持开放谈判，要谈先把关税全撤掉。要真心解决问题就得先把那些单边关税取消干净，再坐到平等的谈判桌上。商务部发言人何勇的话掷地有声，美国若想谈判，第一步就是把对华145%的重税通通撤销，才能谈出真诚与尊重。金融时报都说了，这就像下棋先要收回所有的子力，才能再开始真正的博弈。第二，稳定国内经济，内销大作战。美国把咱们的外资卡得里里外外都难受，中国商务部马上开了绿色通道，帮助那些出口受阻的企业转向国内市场，搞专卖店、快闪店、电商直播，甚至社区团购都上了阵，帮外贸产品快速走进大公网红生活圈、新周圈。这就像易经所言，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先把根基夯实，再去应对风浪。团结国际社会 ，WTO 大旗举起来，咱们不单打独斗，还在把国际朋友圈拉得更大。不仅深化了一带一路合作，还果断拿起了 WTO 的规则大旗，向世贸组织提起仲裁，
投诉美国单方面加税违反国际规则。外交部更与中亚、东盟、欧洲等多方面呼应，强调多边主义才是正道，要让世界看到合作共赢的真诚胸怀。4. 增强信息识别能力，别让假新闻牵着鼻子走，一刷到重磅谈判达成就激动。先别急正所谓左传有言，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咱们要练就一双火眼金睛，多看官方通报，多对比不同渠道，别被标题党跟独家内幕收割情绪。信息就是武器，只有识破谣言才能不做别人信息战里的炮灰嘛。第4招平等谈判，稳固根基，抱团取暖，练就慧眼，就是中国应对贸易战的磐石之策。面对外部风雨只要咱们胸怀天下，自信从容，就能把危机变成了转机。川普横槊赋新税，四海商伯鼓成堆，洛城父老哭空室，犹见白宫羽席飞，145%非兵劫，尽是苍生买命钱。终极揭秘世界简易计划，历史从不重复，但总会押韵。这一次韵脚在中国，中国正在下一盘惊天大棋。中原海运狂砸100亿收购希腊港口，马六甲海峡悄然飘舞新红旗，数字人民币跨境结算暴增300%，沙特石油交易开始绕开美元，华为5G 船载系统上线，中国货船实现无人越洋。更挨了球的是当美国发现中国船队集体转向非洲拉各斯港时，西海岸码头工人已经开始游行。我们要中国货船，我们要工作。说了这么多，深入剖析各方表态跟事实后，咱们不难发现，贸易战是真刀真枪的现实，而真假消息往往是人心惶惶的推手。正如一开始咱们调侃的，这场经济大戏紧张而荒诞，我们不能被信息战牵着鼻子走。面对媒体的喧嚣，我们要做兼听则明，两国能够在谈判桌上喝茶吃饺子，而不是每天被新闻牵着走。感谢各位家人们跟大钊一起在老友记燃烧青春的热血，点赞订阅不迷路。下期我们继续用前瞻的视角拆穿迷雾，看透世界。下期再见。